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今天通了电话，一个全球南方大国的表述，暴露了习近平丐帮帮主的心态，想继续招呼巴西这些金砖国家组成抗美联盟，给川普添堵。中美关税战继续休战，川普敦促习近平多买美国大豆，但从目前趋势看，中共似乎不会买美国的大豆，还会变本加厉地打造海军巨兽，挑战美国的海洋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共还敦促中国企业不要使用辉达 H20 晶片。关税战虽然暂时熄火，中美科技战和军事较量正在升温。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岳音。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8月12号应约与巴西总统卢拉通了电话。习近平3句话不离命运共同体，声称中巴要抓紧机遇，树立全球南方大国团结自强典范，并提及金砖机制是凝聚全球南方共识的重要平台，俨然一个丐帮帮主的口气。金砖国家以及全球南方被外界舆论戏称为丐帮，这些国家都很贫穷，不像美国和西方自由世界那样富有，但在中共眼中，这却能增强与美国叫板的人气，不显得孤单。卢拉对川普总统向巴西加征50%的关税非常不满，8月6号就说要与中共和印度通话，商谈金砖国家如何共同对抗川普关税。卢拉心里很清楚，巴西作为拉美国家，国威严轻，最好拉上中共、印度这些国家，说话才能大声一些。中共的一切目标都围绕着与美国争夺世界话语权这个主题。全球南方的政治定位正是非西方，属于不发达国家，与发达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立。国际舆论把这些国家叫成丐帮，不是没有原因的。丐帮是中共的天然盟友，中共也顺势当上了丐帮的带头大哥。金砖国家也成为中共与全球南方加强联系的平台。而今，习近平与卢拉正在利用这个平台与美国展开较量，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招牌。有中国事宜专家指出，中共已经把全球南方武器化，希望这些国家能帮助中共打造全球新秩序，订立新的规范。中共一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中共已经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把它看成发展中国家，显然与事实不符。也就是说，中共这个丐帮帮主自己已经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偏偏扮演受美国霸凌的角色，要和巴西团结起来，坚持多边主义，推翻美国的一国主导地位。中共的经济规模仅仅比全部全球南方国家总和略低一些，现在丐帮已经成为一个主导力量。中共对全球南方的很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债主，中共的高利贷已经让很多小国濒临破产，影响十分恶劣。中共只是想南方国家成为自己的小弟，自己做帮主。尽管目前川普的关税战让巴西和印度暂时与中共靠近了一些，但印度作为人口和制造业大国，一直想和中共争取南方国家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共这个丐帮帮主的地位也是不稳当的。中共的胃口很大，当丐帮帮主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于是中共拼命发展军工，特别是造船业，要与美国比出高下来，就要控制海洋海军，必须要装备上最新的航母和舰艇。华尔街日报8月12号报道，中共2家国有造船企业一笔价值160亿美元的合并案将于本周宣告告成。即将合并的企业是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是中共海军的重要承包商，与其合并的中国重工曾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第1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中国船舶表示，通过这次合并将更好地满足海军对先进装备的需求。中共政府早在几十年前就着眼于主导造船业，如今中国造船商已占据全球市场超过1半的份额。
联合国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建造的船舶占全球新船总吨位的约55%，而美国的占比不到0.05%。根据美国海军数据，中国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研究中共国有企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光利表示，造船业是中共希望打造的一项核心能力，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将加快造船业的升级。对此，法国周刊观点8月12号报道认为，中共为了与美国竞争，已经是不惜一切代价。稀土依然是中共拿捏美国和西方的一张王牌，为了攥紧这张牌，中共正在掠夺邻近小国的资源。日经亚洲8月12号报道，中共正加紧扩大对缅甸稀土资源的控制，向主要产区之一的一个武装组织施压，要求停火，并向另一个地区的武装力量提供生产援助。在缅甸北部克钦邦，克钦独立军控制了缅甸大部分稀土产区，并持续与政府军作战。一名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向克钦独立军下达了最后通牒，称如果不同意停火，中共将停止购买稀土。中共一直想控制全球稀土供应，缅甸就是中共稀土的重要来源国。缅甸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储量国之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2024年，缅甸占全球稀土产量约8%，位列中国和美国之后排名第3。据缅甸私营智库 ISP Myanmar 统计，在军方夺取政权前的4年里，缅甸对中国的稀土出口总额为6.65亿美元，但从2021年到2024年的4年间，这一数字激增超过了5倍，达到了约36亿美元。情况在2023年10月发生了变化，抵抗力量的袭击蔓延全国。克钦独立军从军政府的边防警卫队手中夺取了奇维和潘瓦等稀土产区，稀土的对华出口一度中断。恢复后，克钦独立军对交易提出了各种条件，包括定价权。据 ISP Myanmar 的数据，缅甸在中国稀土进口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87%下降到了2024年的63%。随着从克钦获取稀土的难度增加，北京正将注意力转向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另一产区善邦。在善邦，得到中共支持的中立武装佤邦联合军据称正加快稀土开发。中共霸占缅甸稀土资源的日子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有人认为，川普同样把稀土看成战略物资，他可能会去寻求与缅甸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自军方夺权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承认缅甸政府。尽管如此，今年7月，美国总统川普与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大将互致关税相关信件，这可能被解读为默认其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美国财政部还取消了对3家与缅甸政府有关的公司及4名个人的制裁，释放出可能调整政策的信号。缅甸政府也开始游说川普政府。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游说公司受缅甸信息部委托，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川普正在审视全球贸易平衡，以确保获得关键矿产的供应。美国能否真的从缅甸获取稀土，目前仍不明朗。不过，美国稀土磁铁初创公司 Vulcan Elements 日前表示，已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6500万美元，用于扩大稀土磁铁产量。这笔融资标志着美国正加大力度打造稀土磁铁产业，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从上面的情况看，中美关税战虽然暂时停火，军事上的较量和对战略资源控制的较量从未停火，而科技战的烽烟也开始浓烈起来。尽管辉达 CEO 黄仁勋成功说服川普解禁辉达 H20 晶片，想让辉达公司保住在中国市场上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那些指望川普支持的对华鹰派人士对此感到震惊。由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瓦纳领导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人致信卢特尼克，对政府此项突然且令人费解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
他们说，在辉达的帮助下，中国在商业 AI 领域的进步正迅速转化为共军的国家安全优势。辉达则淡化了有关大量晶片被转用于中共军方或其他对手的担忧。据黄仁勋称，北京方面会认为此举存在一定风险，因为美国随时可能切断供应。他在7月份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中方根本不会依赖这些晶片。中共十分了解中国市场对辉达的重要性，借机加大了对辉达的施压力度。中共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最近约谈了辉达的代表，讨论 H20 晶片所谓的安全风险，并提到美国议员曾敦促出台一项法案，要求销往海外的高端晶片具备追踪的能力。辉达否认 H20 晶片对北京方面构成此类安全风险。然而，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烟谈天8月10号发文说，辉达 H20 晶片不安全、不先进，也不环保。对这样一款既不环保也不先进更不安全的晶片，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买。在中共官媒评论的一番忽悠下，中共政府也动手了。彭博社8月12号报道，中共已经敦促国内企业避免使用辉达 H20 处理器，特别是政府更需避免。中共此举不仅会让辉达面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更是公然向川普政府叫板。知情人士说，中共尤其强烈禁止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在任何与政府或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中使用 H20。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除了辉达之外，北京的整体举措还影响到 AMD 的人工智慧加速器。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信件具体提到了 AMD 的 MI308 晶圆。这两家公司最近都获得了华盛顿方面的批准，恢复向中国销售低端人工智慧晶圆，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向美国政府支付15%的相关收入分成。而今，辉达和 AMD 面临挑战，他们的中国客户正受到北京方面的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购买这些晶圆。看来，中美科技战刚刚拉开帷幕，中共唱的是哪出戏，目前还说不准。但习近平和巴西总统通话，目标就是挑战美国。川普的愿景是世界和平，中共要的正好相反。对于川普的世界新秩序，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捣乱和破坏。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